作为台湾首艘自主研发的前舰，海鲲号采用了先进的技术和设计，能够在复杂的海域环境中执行多种任务，不仅象征着台湾在科技领域的重要突破，还显著增强了台湾的海防力量和战略威慑力。今年上半年，台湾自主研发的前舰原型海鲲号从海昌工厂缓缓驶出，开始了前往台船小屋的新征程，以进行关键的 HT 泊港测试。虽然在此过程中， L3 Harris 公司的光电潜望镜系统因供应链问题延迟了4个月，直到5月才到货，但这一挑战并未阻挡海鲲号的进展。随着所有设备的顺利安装，外界对其技术成熟度及能否按计划进入 SAT 海上测试阶段的关注也越来越高。好消息是 ，HT 泊港测试正稳步推进，预示着海鲲号将在9月中旬扬帆起航，进入 SAT 海上测试。为了这场即将到来的海上盛宴，美国海军伸出援手，协助订购的操雷测试设备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中，预计年底前便能抵达台湾，为海鲲号的全面测试保驾护航。按照既定计划，海鲲号有望在2025年第1季度完成战斗系统的综合评估，并随即展开操雷测试，最终预计于2025年11月荣耀交付海军，接受实战前的最终考验。值得一提的是，在光电潜望镜的安装关键期，技术专家黄曙光深入一线，参与并指导了水下动力系统的严格测试。这一系统对电压稳定性的要求近乎苛刻。起初，海昌工厂供电系统的不稳定一度给测试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导致测试工作暂时中断。但团队迅速响应，迅速解决了电压波动问题，确保了测试的顺利进行。如今，光电桅杆系统已整装待发，准备在海鲲号上大展拳脚。前些天，海鲲号在台船前坞的右移动态吸引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工人们正忙碌于帆罩的重整工作，通过精心涂抹特殊涂料与铺设消音砖，帆罩表面焕然一新，不仅外观更加平滑，还有效解决了以往被热议的隆起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前舰的隐身性能与航行效率。随着 HT 泊港测试步入尾声，最后阶段的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包括电瓶的安装与通电测试等关键环节，一切准备就绪后，海鲲号将在今年9月中旬正式踏入 SAT 海上测试的广阔舞台。届时，台船干务将注水，海鲲号将扬帆出海，前往高雄港外海，以浮航与潜水2种模式，全面检验其动力系统的性能与可靠性。在这场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测试中，黄曙光将与海军代表、台船技术人员及测试团队并肩作战，共同见证并记录下海鲲号前舰在水下动力系统中的卓越表现。由于操雷设备测试存在严格的时间窗口限制，海鲲号前舰的海上测试计划正面临可能的微调。SAT 海上测试的核心任务之一，便是无弹药鱼雷发射系统的验证。值得注意的是，海鲲号不仅其建造技术和战斗系统源自商业合作，就连其装备的48克瓦查 MOD 6VT 鱼雷也是远渡重洋，从美国精心采购而来。而操雷测试所需的关键设备和平台，同样得到了美国海军的大力支持与合作。经过黄曙光与美方多轮协调，这些宝贵资源有望在年底前提前抵达高雄，为测试工作赢得宝贵时间。海鲲号的 SAT 海上测试之旅将采取分阶段推进的策略，考虑到操雷测试设备内置有时间敏感参数，这意味着测试必须在精确的时间框架内完成，否则设备参数将自动失效，测试平台也将随之锁定，无法再用于后续测试。鉴于这一紧迫性，随着测试设备预计在年底前抵台，整个海上测试计划或将灵活调整，以确保所有测试环节都能在最佳时机进行。若海鲲号的动力系统测试一切顺利，那么它有望在2025年第1季度圆满完成战斗系统的全面评估。紧接着，海军256战队将接过接力棒，对其进行战术评估，并正式展开操雷测试。一切进展顺利的话，海鲲号将严格按照合同条款，于2025年11月交付海军，正式踏上作战评估的新征程。展望未来，海鲲级前舰的量产计划已初具规模。据公开资料显示，整个项目预算已攀升至2840亿元。规划在未来15年内分3个阶段建造共计7艘前舰，这些前舰将配备先进的潜射鱼叉飞弹系统和鱼雷武器，构建起强大的水下威慑力量。从2025年起，建造工作将遵循3+2+2的节奏稳步推进，
每个阶段都将对前舰性能进行持续优化与升级，整个项目的执行由海军统筹全局，精心规划。在建造之前，海军专案小组已与台船签订了舰体建造的主合同，并与洛克希德、马丁、雷神等国际知名企业携手组建项目团队，共同推动前舰战斗系统的红区装备规划及竞标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海鲲号原型舰启动建造之初，前舰召集人黄曙光便亲自挂帅，全程督导建造流程，不仅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精准无误，还亲自参与并制定了详尽的标准作业规范，为后续量产型前舰的顺利建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俄乌战争的突然爆发，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为台湾获取之前难以触及的关键前舰技术和组件开辟了新途径。黄曙光领导的海军项目小组与台船海昌厂的精英团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海鲲号原型舰建造的同时，已悄然完成了对第一阶段3艘量产型前舰的全面优化。这一优化工作覆盖了设计工程的深度分析、精细模拟与综合评估，旨在从源头上提升前舰的作战效能与整体性能。首阶段的3艘量产型前舰，在装备系统上将迎来显著升级，效能飞跃提升，预示着台湾水下力量的又一次重大飞跃。而后续的第2、第3阶段建造计划，更是紧密围绕海鲲号前舰的实际服役表现与未来任务需求，深度融合最新科技成果，对前舰进行精细化调整与优化，确保每一艘前舰都能成为捍卫海疆的利器。同时，前舰内部装备的本土化比例也将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了自主可控能力。当我们深入探讨那7艘即将批量生产的潜艇项目时，一个令人瞩目的数字浮现眼前，总预算高达2840亿元。这意味着每艘潜艇的造价都轻松超过了400亿元的大关。这一费用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海鲲号原型舰建造成本的认知。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由多个关键因素共同推动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战斗系统的全面革新、潜射型鱼叉导弹系统的集成，以及 Mk48 Mod 6AT 鱼雷的采购。尤其是潜射型鱼叉导弹系统，其安装成本之高，简直令人啧舌。回想2008年，我们仅在剑龙级潜艇上尝试加装了2套这样的系统，便已经耗资58亿元。而今，为了将这一强大系统普及到7艘量产型潜艇上，我们不得不面对更加庞大的预算压力。预计投入将远超200亿元，战斗系统的升级之路同样充满了挑战与机遇。自2014年剑龙级潜艇在九鹏外海成功试射潜射型鱼叉导弹以来，我们深知其升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在自研潜艇方案尚未尘埃落定之时，我们只能先行为剑龙级潜艇进行研授和性能提升。幸运的是，随着2016年 IDS 自研潜艇项目的正式启动，剑龙级潜艇的战斗系统升级也顺利融入到了 IDS 潜艇的整体设计蓝图中，实现了无缝对接和稳步发展。当年，中山科学研究院作为战斗系统升级项目的主导者，通过精心策划的邀标流程，汇聚了全球顶尖科技力量，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以及法国剑龙级前舰战斗系统设备商共同为电战系统强化、48克瓦查 EDCAP 远程鱼雷集成、柴电系统整合升级及战斗系统全面优化等关键领域贡献智慧与方案。然而，法国方面因政策限制，仅获准参与剑龙级前舰的升级工作，对 IDS 前舰项目则无奈选择退出。这一变故最终促成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独揽剑龙级与 IDS 前舰战斗系统升级的重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摘得桂冠，但其角色定位却颇为微妙。作为次合约商，诸多系统整合与设备测试的重任依旧落在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肩上，而整合过程中的风险管控则由黄曙光亲自挂帅，力保万无一失。为了有效控制成本、降低风险，项目预算被严格控制在最低限度。海鲲号前舰顺利交付海军，标志着海军战备力量增添了3位实力相当的水下勇士。然而，随着量产型前舰项目的推进，战斗系统的竞标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洛克希德、马丁与雷神公司的激烈角逐，不仅推高了项目成本，更使得美商从昔日的装备供应与协力伙伴，一跃成为战斗系统升级项目的主导者。
承担起全装备供应与测试风险的重任。这一转变无疑加剧了项目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任何协力商的交货延误或系统整合不达标，都将由主合约商直接承担后果，高额的风险费用也随之浮出水面，成为量产型前舰成本激增的重要因素之一。再者，成本估算的时效性亦不容忽视。基于2023年的市场环境与物价水平进行的新一轮估算，自然无法与2018年的数据相提并论。战斗系统成本的显著增长，便是这一现实差异的直观体现。海军自2023年底起，便积极与美商及设备商沟通，力求获取最准确的量产型前舰报价。面对高层对预算的严格审视，海军多次调整估算，最终定格在2840亿余元的巨额预算之上。这一数字不仅是对战斗系统高风险成本的全面考量，更是对前射型鱼叉飞弹系统、Mk48 Mod 6 AT 鱼雷等尖端装备高昂价格的直接反应。在预算审议过程中，海军曾尝试通过调整采购策略，将部分关键设备排除在美商项目小组报价之外，以期降低整体成本。然而，这一尝试并未如预期般带来成本的显著削减，反而进一步印证了当前军贸市场的高昂价格与复杂局势。最终，高层审时度势，批准了这一历史性的预算方案，7艘量产型前舰的宏伟建造计划也由此尘埃落定。这笔巨额投资不仅承载着台湾海军对水下作战能力全面提升的殷切期望，更预示着台湾实力的又一次飞跃。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本期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